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幂陈晓被曝关系亲密，每次聚会聊不停，被怀疑一起说赵丽颖坏话。谁能想到杨幂和陈晓这么两个看似从没有交集的人，实际上在私底下饭局遇见，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而当有关剧方找到两人，想要促成两位合作的时候，却怎么都成功不了。其实这两位性格都挺像的，都不是啥见人三分笑的慈悲人，倒不是说他们人品不好，只是都性情比较直，为人处事坚信不服就干，遇见一个不给他们面子的人，也不会给对方面子，不似那种长袖善舞的人精。但是莫名两人磁场就特别合，只要一见面就叽里呱啦聊不停，因此很多制片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，觉得这两人挺神奇，工作上死活不愿意合作，私交偏偏这么好。因此便有人臆测，觉得这两人之所以能这么聊得来，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后是在说赵丽颖的坏话，毕竟这两位都和赵丽颖关系匪浅，一个是赵丽颖的死对头，粉丝三天两头都要干一架，一个是赵丽颖一世的绯闻前男友，据说当初两人分得还不太愉快。虽然是一种猜测，但是却让不少网友信以为真，甚至就觉得所谓上流社会的这些酒会，都是一些小学生碰头互啄，说不了什么高雅话题，进而贬低所有的明星顶流。虽然现在咱们看到所谓的商战朴素且有病，但杨幂确实不至于和陈晓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专门说赵丽颖坏话。他们之间的关系还坏不到这种地步，而且也没有这么无聊。另外就是陈晓当年和赵丽颖那一段另有隐情，这些年他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提赵丽颖，有一个原因是心虚，他是完全没资格说赵丽颖是非的，毕竟当初赵丽颖并没有对不起他，反倒是他自己就说不好了。而杨幂和赵丽颖之间，别看粉丝打的你死我活，旁人也误以为两人是王不见王的关系，日常背地里肯定会因为抢资源而斗争，但其实两人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恶劣。他们俩虽然同属85花，而且咖位差不多，走的路线差不多，但实际上这么多年很少碰上资源重合需要抢的情况。市场这么大一块蛋糕，他们还不至于为了那点蝇头小利而去争夺，失了身份，更多的是粉圈斗争而已。当然，两人团队的做事不管也助长了粉丝的气焰。至于杨幂和陈晓，这两人之所以合作一直谈不下来，是因为咖位问题，谁也不愿意让谁。别看陈晓人气流量比不上杨幂，但是在咖位问题上可是寸步不让的。而杨幂火了这么多年，除了自己求来的资源，很少主动让番，所以关于这点就谈不下来，合作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。至于他们两人每次见面谈什么呢？谈谢霆锋，这两位都是谢霆锋的死忠粉，对谢霆锋的痴迷程度一点都不比疯狂追星族差。普通追星人士遇到同行还能迅速拉近关系，更何况是在娱乐圈这种人人戴面具生活的地方，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活的，还是真情真意切的同好，怎么可能放手？所以二人每次见面都畅聊追星心得，难得能为所欲为，谈天说地。由此大家看出来了吧？娱乐圈的朋友无论多么神交，但凡触碰到自己的利益，那也是寸步不让的。当然，利益的冲突也不妨碍友情，公事是公事，私情是私情，这点他们都分得很清楚。毕竟都是在圈内混了10几年的老人，不会那么不分轻重。至于说他俩凑在一起会不会说人坏话，倒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但不是赵丽颖，而是一位常年瘦不下来的85花，以及另一位巨瘦无比男素人，都和他们起过冲突。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如果原本是朋友，
那么共同的敌人只会让两人感情更上一层而已。明星在这方面和我们普通人没什么两样，而绯闻那事更不可能在两人之间发生的。虽然陈晓前几年和陈妍希感情有些问题，但现在说不到恩爱甜蜜如初，但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还是能勉强过下去的。至于杨幂，她自从和刘恺威离婚之后，在感情方面也一直选择很多元化，但陈晓这种不是她现在喜欢的类型，所以不会对她下手的。说起来，陈晓和陈妍希结婚这么多年，很多人提及陈晓的感情史，还是绕不开赵丽颖这个话题。其实已经过去这么多年，孰是孰非也分辨不清了，两人也都放下了，吃瓜群众也散了吧。不管曾经有过什么，现在各奔前程就是最好的结局。